2024年上映的《行尸走肉》衍生剧《存活之人》震撼来袭。该剧首播仅上线3天，就累计获得了300万观众同时在线观看，豆瓣评分更是一度高达8.9分。那个男人瑞克也终于回归。作为《行尸走肉》中的灵魂人物，自从他引爆大桥之后，就一直下落不明。正剧中也只是在结尾的彩蛋中露过面，可在《存活之人》这部剧中，瑞克一出场就绝望的想要自杀。看过《行尸走肉》的小伙伴都清楚，在长达11季的故事里，瑞克虽然不是团队中战力最高的，也不是最聪明的那个，但瑞克的地位绝对是凌驾于团队所有伙伴之上。他是妥妥的精神领袖，无论出现多么强大的敌人，总督也好，食人族也罢，即便面对你老板带领的强大救世军，瑞克都不曾放弃过抗争。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瑞克一度崩溃的想要自我了结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走进《行尸走肉之存活之人》。为了更好的让伙伴们衔接剧情，我们再次回到第9季。当时瑞克为了同伴，他毅然决然地决定炸桥牺牲自己。爆炸过后，命悬一线的瑞克躺在了河流岸边，在所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垃圾女简迪斯发现了他，并将他当做了筹码交给了一个神秘组织。于是2人便被直升飞机给带走了，飞往了一个未知的地方。只是当时的瑞克伤势太重，能否活下来还是个未知数。但我瑞哥的血条就是比一般人要长，当年他好不容易活了下来，可却是失去了自由，被一个强大的组织给困住。困住瑞克的地方名叫公民共和国，远处那破旧的城市中居住着几十万人，可以说是末世里最大的幸存者聚集地。为了保护城市中居民们的安全，在城市外围则驻扎着一支数千人的军队进行保护。因为军队的图标是3个圆圈，所以他们也被影迷们称之为3环组织。3环组织装备精良且等级森严，安全和保密是他们的最高准则。组织里最底层的是穿工装服的收割者，他们大部分都是来自外面各个地方的幸存者。被简迪斯带回来的瑞克自然也是其中一员，而他们每天要做的任务也很简单，就是在城墙附近清理丧尸，只要干满6年就有资格进到内城生活。可一旦来到这里，就不允许有任何人离开，目的自然是为了隐藏公民共和国的存在。瑞克来到这里已经7年的时间，按规定来说，他完全够资格进入到内城区生活，但被他给拒绝了，因为只有在外城才有逃走的机会。但让他崩溃的是，在这7年的时间里，他前后采取了3次行动想要逃离这里，可却都是无一例外的被抓了回来。只有其中1次，他将自己的靴子和手机丢进了一艘搁浅的大船里，这才有了后面米琼恩看到的线索。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瑞克渐渐地感受到了绝望。3环组织的强大让他从内到外都有着一股无力感，回不了家的他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。可一想到米琼恩和朱迪斯他们，他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，决定再次寻找逃走的时机。很快机会来了，这天晚上，3环组织发现了大批燃烧着火焰的丧尸，正朝着他们的农田袭来。为了保护数十万人口的粮食储备不被破坏，士兵们召集了所有的收割者来到外边阻止狮群的入侵。他们必须冲在最前面，手里的武器也只有一把制式斧头，明显是拿他们当炮灰。而我瑞哥还被特殊对待，由于之前他曾逃跑过好几次，所以左手也被牵引绳给拴住。可一个一心想要逃跑的人，怎能被这小小的铰链给难住？望着前方袭来的火焰狮群，瑞克毫不畏惧地冲在了最前面，伸手还是那熟悉的味道。随着他不断的深入，铰链也被拉得呼呼作响。前方出现的丧尸越来越多，他似乎杀红了眼，喊杀的速度越来越快，直接是将其他的收割者远远地甩在了后面，铰链都快要被抽空了。应付完士兵后，他把斧子丢进了一具着火的尸体身上，接着快速地抽出了腰带，然后紧紧地缠绕在了自己的手臂之上。这是他之前就想好的，打算斩断手腕，然后朝着树林深处逃走。眼瞅着士兵快要过来查看了，他赶忙拿起了烧红的斧头。就在要动手的瞬间，他犹豫了。可相比于断手之痛，他更害怕在末世失去家人和自由，当即一狠心。这钻骨剜心的痛差点让他背过气去，强行忍住眩晕的他，赶忙起身朝着树林深处跑去。而士兵也终于是发现了他的举动，赶忙大喊着追了过来。瑞克想的还是简单了，手腕如果再不进行止血，那他今天估计就得交代在这。他探出头朝着后面看去，只见追上来的士兵暂时被丧尸给拦住了。他刚要趁着这个机会再次逃走，不料迎面就撞到了一只着火的丧尸。幸好他反应及时，一斧子劈死了丧尸。可大量的流血也让他的意识逐渐变得模糊了起来。
虚弱的他就连站起来都很吃力，只能凭借着顽强的意志朝着前边爬去。而不远处，一具烧成炭化的丧尸倒在了他前面，丧尸的身体里还在燃烧。他心里打定了主意，想要止住血就只能这么做。不愧是行尸走肉中最有种的男人，对自己都这么狠，2次痛苦都让他硬生生的给扛了下来。短暂的止住血后，他挣扎着再次朝着远处跑去，可士兵已经追了过来，直接是用电击枪放倒了他。我瑞哥太难了，第4次逃跑不仅失败了，还白白搭进去了一只手。第2天清晨，他从床上醒来，断腕处已被包扎救治。从今往后，瑞克·格兰姆斯彻底的断了一只手。可即便如此，他仍然想念着米琼恩和朱迪斯。公民共和国在外人眼中虽然很是向往，可那并不是瑞克想要的。自始至终，他想要的仅仅是和妻女团聚，和伙伴们重逢。这些年，每当思念他们的时候，他都会在手机上刻画出家人的画像，以此来缓解思念之情。之所以把这些东西藏在沙发里，也是避免被别人发现。养了1天的伤后，瑞克重新投入到了工作中。收割者的工作分很多种，有清理丧尸的，有种植粮食的，还有管理水源的。不管哪个工种，只要完成6年的期限，就可以进到内城区得到一份不错的工作。而瑞克则是选择了更适合他的厮杀。每天在围墙边上的收割者都会用冷兵器清理丧尸，而士兵们则在不远处监督。瑞克来到这里7年了，也整整杀了7年的丧尸。在其他同事眼中，他不苟言笑，但能力强大，单日最高击杀记录就是他创下的，至今都没能有人打破。可现如今少了一只手，多少有些不太适应。说话的男人名叫奥卡福，是共和军队的上校指挥官，负责管理着收割者调动和军队士兵。而瑞克之所以逃走这么多次没被处罚，完全是因为奥卡福赏识他的原因。这次也是他在军队首领比尔将军那里替瑞克说情，才让他能继续担任收割者。当然，奥卡福也有自己的心思，他想把瑞克招揽进自己的队伍里。可瑞克自打来到这以后，始终不苟言笑，每天想的也都是怎么才能逃出去，所以每次都拒绝他。奥卡福也很有耐心，他对瑞克说道：“我知道你之所以留在外城，就是为了方便逃跑，但那基本是不可能的事，只会给你多增加送死的机会。不如加入我的队伍。” I'm going back to work. Did you hear what I got? You don't have to do this anymore. 奥卡福也挺无奈的，瑞克这家伙虽然固执，但能力却是毋庸置疑的。而瑞克心里也明白，自己都逃跑4次了，对方始终有耐心好玩的时候，下一次如果再失败了，估计自己也就走到头了。这几年的时间里，他在公民共和国每待1天，就越发的感觉到3环组织的强大，深深的无力感始终伴随着他。自己不知道该如何做才能彻底的摆脱掉他们，从而逃出去。可即便成功的逃出去了，往后的日子也是东躲西藏，躲避着共和国的追杀。说来也好笑，外面的人削尖了脑袋想进来，他却是想出去，无奈又郁闷的情绪涌上心头，让他只能是发泄到丧尸的身上。就是这股子拼劲，让周围的人纷纷停了下来驻足看他，真是个疯子。反倒是奥卡福欣赏不已，他太想把瑞克招揽成自己的心腹，那么他的计划与抱负将很大可能会实现。于是他再次来到瑞克身旁，对他说道 I keep on telling you, people like us, there's no escape for the living. I left the uniform in your apartment. It's time to accept things for what they are. You crossed your hand last time, next time it's your life. 听奥卡福的意思，不难猜出这是他对瑞克下的最后通牒，要么穿上新制服为我所用，要么下次在逃走的时候就是他的死期。